川普在白宫致辞，任何铁幕都永远不会遏制一个渴望自由的民族的钢铁意志。那么默克尔在柏林说，无论阻碍人们自由的围墙多高多宽，最终它都会被推倒。今天是2019年的11月9号，30年前的今天，柏林墙倒了。柏林墙就倒在一夜之间，几乎就是一位东德官员沙博夫斯基的一个口误。他说，即时恢复东德人民的出行自由。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了柏林墙，最后推倒了柏林墙，东西德合并了，结束了45年来的分割状态。1987年，人们看到里根在勃兰登堡发表演讲，向戈尔巴乔夫发出喊话，请推倒这堵墙吧。2年以后，这堵墙倒了。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了。1992年，重新合并的德国授予了里根总统柏林荣誉市民的这种称号。今天我们看到蓬佩奥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为里根的雕像揭幕，一个时代就结束了。30年来，人们一直在说，没有一堵高墙可以阻碍人们向往自由的这种意志。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直在遭遇着一堵墙，这堵墙还在不断的加高。当柏林的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国家，欢庆离开共产主义体制，离开铁幕，结束了遏制自由的这段时光，他们在大街上狂欢，在音乐厅观看音乐演出的时候，中国人在墙内低声的吟唱的王建祥的《在人间》。王建房改编的这首歌是来源于一首英文歌，他改编过的歌词让人们感到非常有感触，而且这个感触随着舆论越来越被钳制，人民的思想包括上网的自由逐渐被限制，我们的感触越来越深了。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都会见到朋友圈里在发谁谁谁因为乱说话被限制了，被限制出境的，被约谈的，有一些人还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中国有很多人底色是红的，他们不断的在微信群、在抖音、在各式各样的场合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忠心。他们非常希望共产党能够自救，能够自我净化，能够抓一些贪官，让人们的生活重新看到希望。他们甚至认为习胖做的都是对的。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阶层，有些人是不再说话了，有些人在沉默的同时发出了临别感言，在微博、在微信、在所有的可以公开的朋友圈，
都在向大家告别，告别所有的舆论平台，即便还没有被封杀的，他们不再说话了，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的什么。大家一直在说左转了，左转了。现在不是有没有人信的问题，而是真看懂的人都已经选择不说话了，看不懂的人还在希望这个国家有改变的那么一天。共产党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告诉其他国家不要甩开中国，整个世界是离不开中国的，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今后会变得更好。每当我们看到有贪腐的官员被抓起来的时候，人们都在热议啊，共产党还是做一点事儿的，抓了一些贪官，抓了一些黑社会，抓了一些影响人们生活的这些恶霸。他们就忘了一点，没有一个官员是真的拿萝卜刻个章自己上任的。所有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别的官员，都来自于党校。在这个世界上，中央党校已经成为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学校了，而且没有之一。我们经常在抱怨，微信群里如果说有人乱说乱动，据说要找群主谈话，有可能还要抓群主去承担责任。那么共产党每年出现这么多贪官，那为什么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被抓起来追责呢？所以在逻辑上你解释不通，你只能认为一点，他现在所有的宣传都不能自圆其说。那既然他不能自圆其说，你为什么不能加深一下自己的思考呢？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人就不会出现一次口误吗？其实我们看到的习胖出现了很多次口误，他从刚上台比较擅长的背书单，一直到后来在每一次演讲中不断的推进现代汉语的词汇。我之前好像提议过，是吧？国务院汉语办应该给他发一个1吨重的奖章，以表彰他对现代汉语词汇量增加的这种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甚至改变了很多成语，他也改变了很多字的读音。在中国，他改变的就是金科玉律。各大搜索媒体、搜索引擎的这些平台不断的找人来帮他修正，从通商宽衣开始，给他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典故，包括他用左手敬礼，都有人在帮他找理由辩解。就在这么一个荒诞的世界中，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专制和民主的对决，专制一定是失败的。但是在中国，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希望。我们还在看到不断的有中美之间传出来的喜讯。前2天内地的舆论一直在宣泄一个奇迹般的胜利，说美国人要减税了，要取消曾经加过的税。甚至我看到美国之音都在传播这个信息，但是很快川普就跳出来了，没有这是共军的幻想，我没有答应任何条件。他们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喜讯。今天我看到的一个，甚至是美国允许接受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鸡肉，真的很可笑。出关以后，中国向全世界
购买猪肉，其实他也购买鸡肉、牛肉、羊肉，不仅仅买下水了，肉他也得买，因为他要保障供应。在这个时刻，即便他获得了向美国出口鸡肉的这个能力，他能出口多少呢？一次1吨吗？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亮点，其实对生活影响都不大。全国范围内，谁过什么样的日子，自己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围着共产党的指挥棒转。你自己的生活是要靠你自己。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越来越可怕了。在商店里，别说有没有肉，我们曾经笑话韩国人送礼把五花肉切成片，打成精美的包装。现在我都看到有人在调侃了，连猪肉摊上都挂个牌子支持按揭了。我们出行，在车站，在码头，经常能看到刷脸、步态识别、人脸识别，甚至有一些特快通道都不要验票了，直接刷脸就可以了。人们在欢庆数字科技带来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甚至政治局都开始学习区块链了。在每一个监控的背后，都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在收集着全民的生物信息，在不断的检索。人们忽然发现，柏林的墙是用砖造的，是用水泥造的，是来自于施工队的。他造得很快，维护只需要几个哨兵，不断的更换地雷，拉一拉铁丝网。柏林墙从建造一直到推倒，越过围墙的人被打死了几百个。人们从它的建造到它的坍塌，一直在回溯、在回放、在看它是怎么造成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中国人面临最多的是防火墙。长城防火墙原先是一个精盾系统，是为了抓坏蛋的、抓逃犯的。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搭建了防火墙的框架，这么多年以来，直到今天都在帮助他维护，给他提供不断升级换代以后的芯片，给他提供高性能的服务器，让中国组成一台一台性能不断更新的超级计算机。所有的监控背后都有一个大数据，大数据支持大数据组成、维护、升级、不断监控、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监控素材的，就是超级计算机。美国商务部公布的127个实体制裁名单上，有12家是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名义上的借口都是中国的计算机涉及到核爆，用计算机进行核试验。实际上我们看到，最终能够推倒中国人眼前的这堵柏林墙，互联网的这堵高墙呢，其实也只有美国人，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卖给共军这么高性能的芯片。我们期待美国人不仅能说，而且真的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能够做，最终让我们眼前的这堵高墙
因为它失去了维护的能力，不断的降低它的效能。在中国目前形成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这种监控，事实上因为芯片的来源不足，最终性能降低了，最后这堵墙崩溃了。人们至少能拥有一个信息上的自由。如果中国人都能打开电脑，一键上网，观察外面的世界，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共军对国论舆论的单边透明，这种现象就会被遏制。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大家在心里默默地唱着在人间的时候，这份苦涩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我们希望更多的外宾能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民主建设，推倒这堵墙吧。是个中国人，关心中国时政，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的，都会有这种呼喊。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这种声音，尤其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30年前曾经推倒过柏林墙的日子里。好了，谢谢大家，再见。